朋友们，大家好。西方媒体也包括德国媒体，他们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倾向性特别的严重。比如说现在以色列和伊朗方面的冲突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战争吧，不是冲突，是战争。它的来龙去脉是以色列突然就对伊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分青红皂白，他所谓的先发制人。他的理由是什么？伊朗它的核计划已经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点了，所以呢，以色列必须为了保卫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必须对伊朗进行打击。这就是他的那个理由。而现在通过这几天的发酵，德国媒体的口吻是这样：似乎伊朗，因为伊朗发起了反击嘛，对吧？似乎现在伊朗变成了攻击以色列的那个恶人。也就是以色列从原来的加害者变成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完成了华丽转身。在德国媒体的眼中，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不爽。所以啊，西方媒体所谓的新闻自由、新闻公正等等，完全搭不上边，就是一边倒，就是挺以色列。有媒体带风向之后，当然媒体下面，因为它每个媒体下面都有自己的一个观众群、读者群，所以他们的评论好多呢都是一边倒，比如说是非常挺以色列的啊。就是如果你不看其他的平台，你就会觉得怎么现在德国一边倒的挺以色列呢？这个世界难道没有任何的公理了吗？好，这就是看德国评的时候给我的那个印象啊。这两天我也会看，比如说德国电视2台它新闻有油管频道，而这是德国少有的这个媒体，它还有评论功能的一个平台，那就是德国电视2台它的那个新闻频道。德国电视1台它没有评论功能的啊，德国世界报也没有评论功能的，德国 NTV 新闻台也没有评论功能的，只有德国电视2台现在就是比较大的主流媒体，它是有评论功能的。然后呢，这个评论功能还有和 X 平台上的评论功能，从读者、从观众他的评论来看，稍微更多元化一些。比如说有很多呢是，比如说是站在公利的角度，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去评论这件事情。有很多德国网友就说了啊，你们国家媒体也好，还是德国主流媒体也好，不能这样报道呀！你们是一边倒的去报道、去支持以色列，这样不行啊！而且事实是呢，是伊朗被以色列先进攻，难道伊朗没有自卫权吗？有的德国读者是这样问的，有的德国读者还说，或者德国观众吧，你们这样报道让我感到非常的失望，难道这就是德国媒体的嘴脸吗？所以我看见这样的评论之后呢，我的心里呢又稍微平复了一点。我还发现，就是还是有良知的一些德国人在那里，而不仅仅是一味的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然后呢，我还发现就是德国的媒体，我不知道其他西方媒体是不是这样啊。我在德国，我主要是关注德国媒体比较多。我发现德国媒体不管是报道俄乌战争也好，还是报道以色列侵略伊朗也好，他们一般是报道，比如说有利于乌克兰的新闻，一般是报道有利于以色列的新闻。比如说对以色列有多少那个损失啊，有多少导弹砸中以色列，被打中以色列啊，造成了多少人员伤亡啊，德国媒体一般很少去具体提及，很少去提及。好像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伊朗它的损失特别惨重。哎呦，我现在闻到我的周围有很重的大麻的味道，我估计是后面喝酒的这一群小青年他们在吸大麻，对不对？大家看见了吗？因为我不好意思往回头看呀，但是我的镜头肯定是把他们也拍下来了。就是如果你光看德国媒体，你就觉得好像伊朗输得一败涂地了，好像俄罗斯输得一败涂地了，好像呢乌克兰马上就要胜利了一样，同样好像那以色列已经是胜利在望了一样，真的是这样。昨天我看见一则新闻，是中国一个有名的公众人物，也是外交圈的那个叫高志凯高先生，他说，其实伊朗把以色列的 F-35也打下了这个战机，不知是真是假，因为德国媒体没有任何地方有报道的，我去看了没有。我相信呢，既然是从高先生的口中出来的，应该是真的，因为
他得到的消息的来源肯定比我们这种小草，比我们这种韭菜要多得多，对吧？他肯定是与比如说中国外交部门呐，还有中国军方肯定有一定联系的，或者他有他的门路去搞到这样的好的新闻、敏感的新闻。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以色列它的损失其实也非常惨重。相同的，那美国的损失也比较惨重。你想想看，如果是他搞到他打下来这样的战机，很有可能是落在伊朗境内，那他搞到这样本之后，怎么去研究它，或者交给谁，那就由伊朗说了算了呗。所以啊，这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啊。那今天我就贴出来高先生讲这段话给大家看看啊，他的分析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总体来说，我是比较佩服这个高先生这个人，他是少有的在中国不管是外交、军事方面一个少有的国际型的人才，他可以用非常流利的英语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然后呢，帮中国的立场啊，还有他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宣讲出去。我觉得他起到的正面作用非常的大，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中国外交部那些人的作用还更大呢。好的，那就看看高先生的这段视频吧。在结束今天节目之前呢，我再想告诉大家，你看德国人他们是有喝啤酒自由的，有喝酒自由的，在公共场合，他们一般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像现在这样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是邀着自己的狐朋狗友一起出来，你用一个大的箱子，那个抬几十瓶啤酒出来，然后呢海喝，真的，德国就是这样，在公共场合喝这个酒精类的东西，在德国是合法的，但是在美国是违法的。听说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是违法的，比如说在英国应该也是违法的吧，对吧？甚至在古巴呀、巴西呀、什么多米尼加共和国啊，他们必须要套一个纸那个袋子，一个纸的套套，看上去呢不像是什么酒精饮料，这样的东西他们在外面可以喝，否则是违法的。所以你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自由的它的定义是与这个国家它的法律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德国人要比美国人要自由多了，至少他们有饮酒的自由，在公共场合，还有现在呢也有大麻的自由。伊朗方面说，他已经击落了以色列军方的2架 F-35。大家好，我是高志凯，欢迎收看高普坦评。现在很清楚，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是不宣而战的军事袭击。这一点呢，特别像1941年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发动的军事袭击。现在有人在网上说，哎呀，伊朗已经给打趴下了，以色列已经消灭了伊朗方面的很多的军政领导人。大家听我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伊朗目前正在跟美国进行核方案的会谈，而且一直在谈的甚至有点不亦乐乎。这一点以色列知道吗？肯定知道。以色列跟美国通气吗？肯定通气。所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突袭，是用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核问题的谈判作为掩护。就这次以色列发动的军事战争来说，以色列是非正义方，伊朗是正义方。以色列已经违反了好几条红线，相反，伊朗是属于正义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针对的是以色列对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安全、人民的生死存亡进行了这样的攻击。所以呢，这一次伊朗站在正义这一方。所以啊，伊朗现在有权对以色列进行各种各样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在法律上都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呢，都是受到联合国宪章的保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伊朗方面说，他已经击落了以色列军方的2架 F-35 战斗机，而且俘获了一个以色列的飞行员，而且还展示了被伊朗方面击落的 F-35 战斗机。当然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核实，但是请允许我强调一下，如果这次伊朗真的击落了1架或者2架
或者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以色列军方的 F-35战斗机的话，这将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美国方面声称它生产的 F-35战斗机是隐形战斗机，谁也看不见，无法对它进行进攻，无法击落它。另外一个，美国向世界好多国家都出口了 F-35战斗机，但是请大家听我说，美国出口给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几乎100%就是跟美国自己用的 F-35战斗机一样的，而美国出口给其他国家的 F-35战斗机，它总会动一些手脚呀，降低一些这个功能等等。所以如果这次伊朗真的击落了以色列空军的 F-35战斗机的话，它不仅会让以色列倒吸一口冷气，它还会让美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为什么呢？就 F-35战斗机的遮羞布，如果真的 F-35战斗机被伊朗击落的话，就被大风刮到山外天外去了，这将改变当今世纪的力量平衡。我们假设这次伊朗真的把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击落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伊朗怎么有能力击落？他用的是什么手段？这些手段这些设备谁提供的？是伊朗自己生产的，还是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那这一来的话，如果伊朗有能力击落2架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他还有什么战斗机不能够击落呢？以色列凭着所谓的偷袭，对伊朗进行了狂轰滥炸。如果他现在知道，哇，自己的战斗机不再是隐形的了，他有可能就暴露在伊朗的还击手段面前的话，他会不会改变以色列的战争行为？另外一个，以色列这么几十年老是吹嘘他有铁穹，就是说他有本事把从外边打过来的导弹啊、炮弹啊等等给击落。这次大家看到了没有？当伊朗宣布他要报复的时候，伊朗已经发动了好多次导弹袭击，而且呢，在以色列很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乃至于以色列方面已经把总理的专机逃逸了，飞到希腊去藏起来了，连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匆匆地赶上了自己的专机逃跑了。他跑哪儿去了？他藏起来了，很有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在以色列境内了，他是跑到海外去指挥这场战争了。这就表明以色列的铁穹根本就没有发挥所谓的作用。以色列方面当然希望能够拖住美国了，甚至把美国真的拖到这场战争中。但是根据我对特朗普总统的判断他如果觉得这次以色列打伊朗很容易就把伊朗给打趴下了，他可能就会趁势进来捞一个便宜。他如果觉得这次以色列打伊朗很困难这个果子不好吃然后呢做出了很多的牺牲蒙受了很多的成本大家听我说，特朗普总统很有可能不会所谓的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他很有可能见好就收所以最后还真的有可能是以色列跟伊朗真的在这儿进行这场战争。那么你想想看，伊朗方面有9000多万人口，面积有160多万平方公里，而以色列这么一个弹丸之地才那么1000万人口，他怎么能够长时期的打下去这场战争？另外一个，以色列现在说他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实际上谁都知道以色列早就违法了，他早就拥有核武器了，他甚至好几次声称要用核武器解决他周边邻国的一些问题。他有什么资格说我可以违法拥有核武器，而伊朗没有理由去搞核武器呢？另外，伊朗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一直说我没有搞核武器我搞的是和平利用核能等等。那你以色列有什么权利悍然的单方面的不宣而战的发动战争去
攻击伊朗、打击伊朗、杀害伊朗的军政领导人，而且呢，悍然的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攻击呢，这是再三的违反了国际法，再三的犯下了战争罪行啊！现在以色列方面不仅在战场上对伊朗不宣而战，而且以色列的方方面面的势力已经发动了一场全世界范围的舆论战，他一定要通过这个舆论战，在伊朗造成颜色革命、分崩离析、推翻县政府等等等等。实际上呢，你仔细的想想看的话，这是以色列政府的一种卑鄙的嘴脸。为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方方面面一起上来，把伊朗给砸垮了，把伊朗给彻底的打垮了，就有点像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叙利亚给推翻了，把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给铲除了等等。但是这次伊朗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强有力的对手。我始终觉得以色列有权利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以色列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能够采取侵略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发动不宣而战的非正义战争为先决条件呀。所以啊，以色列为什么这么干？大家听我说，绝对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了逃避，一个是以色列国内法律对他的追诉，一个是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对他的追诉所采取的最卑鄙的手段。他不惜把以色列、把犹太人的利益拖到沟里去，他也要用这场战争来救自己的政治生涯。我愿意不断的跟进这个事态的发展，把我的观察，把我的观点不断的跟大家分享。感谢大家收看高普短评，我们下次再聊。